其实蜜蜂它不会随便蛰人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是你没有去给它威胁的话，它可以跟我们人类共存的。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如果你的家里出现一窝蜜蜂，你会选择杀还是救呢？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蜜蜂是危险的生物，但有一群义工却对这些小生命抱持另一种态度。他们投入大量私人时间和资源，甚至冒着被蛰的风险拯救蜂群，避免这一窝窝小生命被消拯局或民防部队的火把抄家灭族。在一些办或者我们把他们毒蛇捉了，会把它拿去森林放。他们其实也是可以 set up 一个队来抓蜜蜂。其实我们可以什么？我们可以 train 他们。我们直接把它放出来就好了。可能很多人都不懂，当我 call bomber 的时候 ，bomber 来就是扫的，就是或者是毁灭性的，把整群毁掉。如果小窝的话，就是用杀虫剂；大窝的话就是用火。他们的 SOP 做什么会烧掉？因为快，速度快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拯救一窝蜜蜂，看 complicated， 1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有。这里所说的蜜蜂，指的是蜜蜂属中采蜜的蜂，而不是俗称虎头蜂的黄蜂、马蜂等等的胡蜂属。胡蜂毒性更强，攻击性更高，对人类的致命风险也更大。相比之下，蜜蜂的毒性较弱，性情相对温和，对一般人而言风险属于中等。采访当天，李正健和刘启玉带着100个记者在雪州来回奔波，随他们一起接案，为蜜蜂迁居。Kes ni ya, dia bukan senang tu kes ni. Kan sini dia masuk dari sini, dia dekat tiang di tengah-tengah. Lepas tu atas tu kan siku tu. Sebab tu kita kena buka atas. Kita naik bumbung. 每个蜂种的个性和处理方式都各不相同，因此委托人在求助时最好附上照片等等的素材，让义工辨认蜂种，才能够决定下一个步骤。这种感觉就好像凤凰飞出来的感觉。哦，我看到了，Syah ada king queen dah. Saya suruh nampak dia ada suruh masuk的。我看到了，这我很难捉到它。OK， 我现在淹它，你看啊，它就全部往那个箱子去了的。由于各个案子情况各异，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，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蜜蜂其实就是 nomad 的，它们就是总会搬迁的群体。So by the time 他们的 hive 一老了，然后他们就会一批一批的走。我就跟着他们开始就慢慢 split colony，split 多几次过后，那个蜂巢一老了，他们就是走了的。它不会很久的，有一些可能在3个月到半年它就走了的。哎，天气也是有一个关键的，怎么？因为很简单的，蜜蜂它们这样小只，它们不能在下雨天的时候 travel 的，因为下雨可能一大群会变一半都没有了或者什么，这也是其中一个 factor 导致他们会 stay 久一点。可能在 year end 的时候，每天都下雨，他们怎么能从你的家飞去另外一个地方呢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用我们的甜言蜜语去跟 owner 谈这样的东西，so that 让他们 convince， 他们可能就会 spare 掉这一群的蜜蜂。虽然被蜜蜂蛰伤致死在全球属于相对罕见的个案，但大众对蜜蜂危险的印象早已根深蒂固。你不能说这是因为蜜蜂导致它的毒性害死你，而是你自己本身有过敏。因为我有一些朋友连吃菜都会过敏，比如吃豆芽啊、包菜啊、鸡蛋，应该也是听到了，这些食物都会过敏。你觉得是那个蛋的问题，还是那个菜的问题吗？肯定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啊！采访过程当中，100个记者也被蜜蜂蛰了几次。你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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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走了。感想是会痛会酸麻，但没有想象中可怕，甚至感觉比某些毒性强的蚂蚁还轻。所幸最终没有对蜂毒起过敏反应。其实蜜蜂它不会随便蛰人的，就是说，
蜜蜂蛰了你过后它会死，而黄蜂蛰了你过后它不会死。然后因为蜜蜂蛰了你过后，它的针是有倒钩的，它叮了你下去，它就这边，它就这边内脏就因为它要飞离开你啊，所以它内脏会给它拔出来，所以它就这样飞，它飞得不久它就会死掉了，而它的针就在那边。而黄蜂就不同，黄蜂它那支针是没有倒钩的，所以它就可以一面吃。如果是你没有去给它威胁的话，它可以跟我们人类共存的。说到这里，你或许会疑惑，蜜蜂不过是众多昆虫里的一种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力去拯救它呢？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蜜蜂是自然界当中极为重要的授粉者，我们食用的许多蔬菜水果都依赖它授粉才能够结果收成，没有蜜蜂，粮食供应就会出问题。然而，驱动这些义工持续行动的，不只是对自然生态的基本尊重，更是对这些和我们共享空间的生命怀抱着一份同理心，时刻提醒我们，人类从来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住户。Few times already. The other time build a nest in the pot, you know. 其实不是说它一定要在你家去做，它没有办法，它没有地方生存了，它只要一个小小的空间让它去生存而已。Bear in mind, before 一个 housing development，它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nature 的地方 for 他们生存的什么，但是因为被发展掉，所以你不能说做什么蜜蜂老是来我家，你不如说做什么人类老是霸占蜜蜂的空间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。Thanks, Ken. Hey, thanks a lot. Thank you. Thanks Thank for you. coming. So I get to watch beautiful hive today. 如果你是真的是 environmental conscious 的话，你就知道蜜蜂是有多么的重要，所以就尽量不要伤害它们。